廉价劳动力放到哪一个国家都是抢手货，因为老板喜欢，消费者用的也开心。有人拿更低的工资干活，你的衣食住行可能都会便宜一点，而资本也更喜欢在这些地方做投资。可问题是，一个国家经济越发达，本国劳动力的工资往往就越高，愿意干低工资工作的优质资源也会越来越少。而美国面对这种问题的解决办法，就是从别的国家找人。于是美国一系列的移民问题就来了。其实吸收移民这种东西，很多人都能意识到，会有很多安全与融合问题存在，还可能给公共服务和本地劳动力市场带来压力。例如欧洲就被这些问题搞得鸡飞狗跳，但为什么他们明知道有副作用，就是要吸纳呢？还有为什么只有发达国家会存在这些问题，而其他的却没有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其他国家暂时还没有这个资格，或者说还没到这个艰难抉择时刻。等到了这一步，该面对的都要面对。而美国就是个典型移民国家。美国1942年已经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大量劳动力进入军队和国防工业，美国的农场和铁路开始喊缺人。于是1942年8月，美国和墨西哥达成协议，启动了后来非常著名的布拉塞罗计划。所以老莫在优质资源这一块是闻名许久。而这个协议的玩法刚开始也很简单，墨西哥工人合法进入美国签短期合同，主要去农场和铁路干活，合同到期再回墨西哥。美国当时想要的非常明确，我缺的是劳动力，不是永久人口。从管理角度看，这简直是理想状态，缺人的时候补进来，不缺的时候再回去。而这个应急搞出来的计划一干就是22年，因为它是真的香。从1942年到1964年，美国一共签出了大约460万份布拉塞罗劳动合同。这22年下来，美国农场主知道去哪里找人，墨西哥的村庄知道去美国哪里能找到工作。一个人去了，第二年可能带着兄弟去，兄弟站稳以后，亲戚朋友也知道了路线。于是，一条跨越美墨边境的劳动力网络就这么一点点长了出来。可是到了1964年，美国突然决定终止这个计划，因为这套计划虽然给美国农场提供了大量劳动力，但长期以来也饱受争议，工资待遇、劳动条件、本地工人的就业竞争都成了问题。尤其美国国内的工会和劳工团体一直认为，大量低工资客工进入会削弱本地农业工人的议价能力。但取消这个计划以后，美国很快发现一个尴尬的问题，就是计划结束了，但农场没结束，水果还是每年熟，蔬菜还是每年长。美国消费者也没有因为客工计划结束就突然宣布以后不吃草莓了。更关键的是，那条已经运行22年的劳动力网络，并不会因为华盛顿签了一张纸就原地蒸发。墨西哥有人知道美国哪里缺工，美国农场主也知道去哪里找人。于是很多过去可以通过布拉塞罗计划合法来美国工作的墨西哥劳工，后来仍然沿着原来的路线寻找工作，只不过他们进入美国的身份和方式开始发生变化，他们从合法劳工变成了非法移民。偏偏就在这个时候，美国的移民制度又迎来了一次大改革。1965年，约翰逊总统签署新的移民与国籍法，过去美国那套明显偏向北欧西欧的民族来源配额被废除了，也就是说，以后移民主要看家庭关系和技能。这一步是美国移民制度的一次重大转变。从1968年开始，西半球每年设置12万个名额的上限，到了1976年，美国又把每个国家每年2万个左右的限制扩展到了西半球。墨西哥受到的影响尤其明显。这里还要注意，美国公民的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和父母等直系亲属并不受同样的数量上限约束，所以不能简单理解成墨西哥每年只能来2万人，而是更多。到了1980年代中期，美国低头一算账才发现，这几十年留下来的已经不是几万、几十万人，而是一个以数百万计的庞大群体。这时候，美国终于不得不回答那个一直往后拖的问题：这些已经在美国工作、生活很多年的人到底怎么办？到了1981年，里根刚上台后，里根政府就推动一套全面移民改革。这一套改革可以说是影响了美国往后几十年。但嘴上说改革2个字很轻松，真放进国会，立刻就成了大型多人会议现场。农场主有农场主的算盘，工会担心工资，移民权益团体关心已经在美国生活多年的人怎么办。另一边又有人担心，如果这次给身份，以后是不是还会继续来？就这么几方来回拉扯了整整5年，直到1986年11月6日，里根终于签署了移民改革与控制法，简称 IRCA。里根自己称它是美国自1952年以来最全面的一次移民法改革。这个法案主要是解决3件事。第一件事，先把旧账处理掉。如果一个无证移民能够证明自己从1982年1月1日以前就已经持续生活在美国，并且符合其他条件，就可以申请合法化。另外一部分长期从事农业劳动的人也有专门的合法化通道。最后大约有270万人通过这些项目获得了合法身份。第二件就是开始管老板。以前治理无证就业最大的荒诞之一就是工人没有合法工作资格，当然有问题。可如果老板明知道对方身份不符合要求，还照样天天安排他上班，那这事总不能永远只盯着工人。所以 IRCA 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系统性的雇主处罚制度。老板如果明知一个人没有合法工作资格，还继续招聘或者雇佣，就可能受到处罚。里根本人甚至把这一条叫做整套改革的基石。
它的逻辑非常简单，就是人之所以会冒险来美国，是因为这里有工作。如果这里的老板不敢随便招人，那么进入美国找工作的动力自然就会下降。最后第3件就是再把门看紧一点。IRCA 同时增加边境执法投入，并要求扩大边境巡逻力量。从政策设计上看，几乎像是把前面几十年的漏洞一次补齐，但现实会告诉你，没有任何政策是会完美的。到了1990年代以后，美国经济开始明显往科技、金融、医疗和高端服务业升级。个人电脑起来了，互联网经济也起飞了，硅谷更是火爆。彼时，美国的医院、大学、实验室也越来越需要专业人才。这时候，美国发现廉价劳动力固然是香，但专业人才是更香。于是，1990年，美国又通过新的移民法扩大了就业类移民体系，并建立了后来非常有名的 H-1B 专业人才签证。美国开始更系统地从全世界吸收程序员、工程师、医生、科研人员。现代经济越复杂，岗位就分得越细，就越不可能指望本国人口刚好按需要长出来。今年缺5万个程序员，10年前，美国几乎不可能提前开会说大家多生一点，记得以后学 Java。随着这个时代的全球化加速进行，人才与劳动力的流动也开始逐步的全球化。但全球化加速以后，有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发生，大家基本会接受一件事，就是资本会往回报更高的地方跑。一家公司觉得本国人工贵，可以去海外建厂，或者觉得另一个市场利润更高，可以把产品卖过去。哪里税收、成本、市场条件更合适，资本就会认真研究哪里。大家给这种行为起的名字也非常专业，叫全球配置、跨国投资、提高资本效率，听起来西装革履，甚至还有点高级。可轮到普通劳动者，画风有时候就变了。一个人发现同样干一天活，留在家乡挣300块，出去可能挣1000块，于是他也想去收入更高的地方工作。这时候却偶尔会冒出一种非常奇怪的质疑，你为什么非要出去？是不是不爱自己的家乡？这就很有意思了，资本去全世界寻找更高回报，叫理性配置。一个普通人去全世界寻找更高工资，有时候却会被说不爱家乡。这种神奇逻辑在往后的印度是尤为明显。到了21世纪，美国在移民上又碰到一个更麻烦的问题。以前缺工，多少还能理解成有些活美国人不太愿意干，后来发现是美国的人越来越对不上美国的工作。二战结束以后，美国迎来过著名的婴儿潮。1946年到1964年，大批美国人出生。年轻的时候，这批人是美国经济的超级劳动力包。几十年以后，他们集体进入另一个人生阶段，就是退休。以前是10个人干活，养几位老人。后来老人越来越多，年轻劳动力增长却越来越慢。偏偏老人一多，又会创造更多工作，例如医生、护士、护理员、康复师，以及各种服务型劳动力。于是美国又开始一大轮海外劳工的需求。所以一个发达国家一旦遇到老龄化问题，吸收新移民几乎成了无法回避的问题。因为人口这个东西它特别慢，今天发现年轻人少了，政府说那我们鼓励生育。问题是今天出生的孩子，等他小学、初中、高中一路读完，再真正进入劳动市场，已经是20年后的事了。可养老院今年就缺护理员，医院今年就缺护士，建筑公司今年就缺工人。企业不会因为你20年后的宏伟规划，就把今年的订单先放冰箱里冻着。有人说延迟退休呢，这个办法其实也可以，让65岁的人多干几年，确实能够缓解劳动力压力，但人终究会老，干不了几年。而且这么操作过分了，也很容易被国内民众各种骂，一般的政客都扛不住，于是他们很自然的会选择吸收大量的移民。其实一般正常的国家，直接本国劳动力够用的情况下，都会避免过多的移民问题。可是，一旦遇到老龄化问题，就是另一回事了。